去星巴克，一个帅哥借我咖啡拍视频。健康的圈子，富裕的生活，39元星巴克，我每天都喝。周围人惊呆了。我还有券，帮你点一杯。当天大雨，他在路边摇下迈巴赫车窗，含笑不羁。没带伞，载你一程。跟闺蜜去星巴克，点了2杯咖啡，还没喝上2口，门外进来一个帅哥，身高腿长，型男。谁能借我1杯咖啡？周围人窃窃私语，都在讨论，没人借。我举了个手，闺蜜按住我，别借，说不定是个疯疯癫癫的。1杯咖啡不算什么。她感谢地看我一眼，抓住我的咖啡，开始拍视频。下午4点，又是下午茶时间，干净的圈子，富裕的生活，39元星巴克，我每天都喝。周围人惊呆了，内心酸爽不已，发出一阵惊天爆笑。不是，喝不起咖啡还要借别人的咖啡秀，也算是见到假咖啡院了。闺蜜摊手，看吧，让你不要借，这是在借你的咖啡炫耀呢。她把咖啡递回给我，声音干净真诚，谢谢，帮大忙了。周围人对她的讨论越来越多，我有点担心，一时冲动脱口而出，我还有券，要帮你点1杯吗？我补充，我看你想喝咖啡。她姿态从容，含着笑，现在没时间喝，加个微信，以后请我行不行？我正要扫码，闺蜜扒拉住我的手，别加，留个心眼，小心被骗。长得帅的最会骗人了。我没理会，鬼使神差的扫了码。那下次见。说完再见后，她就迈着长腿离开了。我看着她离去的背影，喝一口咖啡。闺蜜还在抱怨，你呀这么单纯，最容易被骗了，以后要留个心眼。可我知道那个男生是真正的金圈太子，金圈最有钱的富二代鹿晗星。酒店包厢，他把外套脱了扔在沙发上。这个大冒险给我干红温了。哪个人想出来的骚操作这么丢脸？众人哈哈大笑。谁让星哥你输了呢？沈哥都去电梯拍分手视频了，半斤8两吧。看看你拍的视频。众人挤在一起看，笑死我了。你这表情真的贱贱的，贱得我都想打你。不过这女孩是谁？挺好看的。鹿晗星耳根红了红，指腹摩挲了一下杯口。萍水相逢的好心人，一整个咖啡厅就他一个借了我。众人起哄，这是春心萌动了。鹿晗星看着和我的聊天界面，滚滚滚。我回到了林家，我是林家假千金。前天得知身世时，犹如晴天霹雳。父母给我下了最后通牒，体面的离开或者不体面的被赶走。今天是最后一天，我收拾好行李箱，走到门口，被乔安安拦住了。别想带走我们家任何东西。行李箱被他翻出来，这些年他们送我的手镯、项链、首饰，他全部拿了出来，收拢到一起，留下一地凌乱的衣服。你穿过的我不要，带着这些直接滚吧。我父母就坐在沙发上看着，没有阻止。之前疼我爱我的哥哥也端着电脑办公，没有看我一眼。我屈辱地收拾好了东西，最后看他们一眼，我永远不会再回来。就算他们求我，我寄住在闺蜜家里，她在对镜化妆。哎呀，不用难受了，跟我住一起不好吗？就我们2个，只要我父母不在，就没人打扰我们。很好，也不好。闺蜜能接受我，但她父母不能接受我。闺蜜总说我单纯，其实她才单纯。我比谁都会算计，而且我内心有一团火，我想让他们后悔。昨天那事是契机。鹿晗星刚出国留学回来没多久，内心赤诚，没有那些人的花花肠子。也许他能帮我，或者能利用他帮我。感谢老天，让我长了一张好看的脸。第3天，鹿晗星给我发消息，之前答应的咖啡还作数吗？我想喝了，请我吧。我看着信息笑了一下，当然还是之前那个咖啡店，下午4点，我等你。刚来到咖啡店，我就觉得不对劲，很多人看我，有人拿着书做演示，有人拿着报纸，有人借着盆栽偷看。鹿晗星已经等在店里了，他轻咳一声，那些人又都正襟危坐起来，他耳根有些红。我了然，那些是他兄弟来看他热闹来了。我从容落座，今天穿了条白色的裙子，露了点后背。还没问你叫什么名字，他咳了一声，陆星星。我伸出手，乔之月。鹿晗星全程维持着酷哥形象，可微红的耳根却暴露出了他的内心。周围那些人贱兮兮的笑，我还看到了他趁我不注意，对各个方向都做了个口型，滚滚滚。这次咖啡喝得值，他比我想象中的好上钩多了。告别，我站在不远处等车，听到了他的惊天暴奏。谁让你们跟过来的？谁让你们跟过来的？二人世界，你们懂吗？5、6个电灯泡，诚心不想我脱单。我在公交站等车，等了很久才等到公交。以前我出门是有司机接送的，生活的参差。现在乔安安在家里应该过得很好吧？大雨淋成了落汤鸡，闺蜜给我递来浴巾。一整天的跑什么？淋雨了吧？很贴心也很细心。我有些哽咽，但忍住了。我乔之月生活10几年，最终拥有的不过一个闺蜜，卡里所剩无几的余额，还有一具19岁的身体。鹿晗星逐渐给我频繁发消息，分享他们圈子的一些琐事。我们这天天都开宴会，好无聊啊！想跟你喝星巴克，还能请我吗？他给我的图片中，我看到了乔安安，她在我父母的簇拥下端着酒杯，笑得开心。酒会很高档，他没有特意去遮掩，但是故意给我发了他的长腿，站了好久，好累。我从善如流，你腿好长哦。那天在咖啡厅就觉得你好高，是不是180以上了？187了。裸身高，我都能想象出他坐在沙发上，有些得意的笑。有些人是真的好哄，但有些人不用怎么哄人，就能拥有我不曾拥有的东西。比如乔安安，他脾气坏，不掩饰，但是很受宠。我不同，父亲严苛的培养我，在他即将公开我的存在时，乔安安回来了，顺理成章取代了我。我也是前几天才知道，原来父母早就知道我不是他们亲生女儿。难怪我考双100，钢琴10级，我拼命努力，他们也没有多开心。原先最疼我的是我哥，现在他们最疼的是乔安。我是没人要的人，除了闺蜜，没人要我，所以我要自己争取。鹿晗星发消息，还好有你陪着我，要不然这宴会枯燥死了。我好奇，什么宴会？不能不参加吗？乔氏集团总裁千金乔安安的继承典礼。
不能不参加的。乔安安的继承典礼，我手机摔到了地上，10几年的养育抵不过血脉，我早就知道。陆寒星，你怎么了？好大一声响，磕到了，有点疼。不过你为什么一定要参加呀？这么大场面，一般是很有钱的人才会被邀请。陆寒星正在输入中，嘻嘻，我当服务生混进来的。你有没有想吃的东西？给你带。你真厉害，这都能混进去。能给我带一块小蛋糕吗？想吃，没问题。约定好了见面时间，我看着手机被磕花的屏，一阵心疼。现在可不能像以前一样随随便便换手机了，这样的生活真拮据，要加快进度了。我准备这次见面就让陆寒星上套，我去便利店买了点东西，没能去成。楼下便利店停了一辆熟悉的卡宴，我哥乔玄逸从卡宴上下来，打开副驾的门，接出了打扮得像公主的乔安安。哥，这里好破好烂，我不想来这里。乔玄逸温柔地牵着他的手，理了理他微乱的雪白头饰。我们今天是来警告沈薇薇不要操心，安安忍忍。沈薇薇是我闺蜜，她是我遇到的第一个好朋友。我眼眶通红，警告她，因为她收留我。乔玄逸，哥，你真要做的这么绝吗？为什么？因为乔安安被抛弃的女儿如草芥，我信了。我给沈薇薇发消息，告诉我哥，我已经死外边了，不会再来找你，也不会再干涉他和他的好妹妹。我蹲在巷口等了很久，那辆熟悉的卡宴才离开。沈薇薇家里小富，但却受庞大的乔家掣肘。我进家门时，沈父冷眼看着我，沈母面露嫌弃，沈薇薇尴尬地夹在中间。知月，我挤出一个笑，提走了我的行李箱。临走，对他们深深鞠了个躬，非常抱歉，也非常感谢，不会再打扰你们了。我现在周身空无一人，我蹲在路边，旁边放着行李箱，数着眼泪砸下了几滴，在干净的水泥地上晕出水迹。拿起手机，99加的未读消息。我以为是乔玄逸后悔了，或是乔安安的嘲讽，没想到是陆寒星，我差点忘了他了。乔知月，我到了，提前了30分钟。我靠，我看到了一只蚂蚁吃噎了，另外2只蚂蚁给它顺背，好好玩。2个小时后，你到了吗？女孩子出门要化妆，我懂的。我今天也穿得很帅，嘻嘻，给你买了冰激凌，等你一起吃。又1个小时后，你在哪？不想理我了吗？冰激凌化了，我吃掉了。乔知月，下次我带你去吃星巴克吧。好几个未接来电，你在哪？出事了吗？我在原地等你，回个1。我胡乱擦了一把眼泪，抱歉，陆星星，家里出了点事情，要取消了。蛋糕你替我吃掉吧，让你等了这么久。我拖着行李箱漫无目的的走。我如果提出借宿在陆寒星家，他肯定不会拒绝。可是啊，我不想，上赶着的就廉价了。被父母抛弃，被以前疼我的哥哥赶尽杀绝，已经很难受很难受了。沈薇薇给我打了电话，我整理情绪，笑着接起。我住在酒店呢，大床房，明天的事情明天再考虑，船到桥头自然直，不是吗？沈薇薇沉默了一瞬。乔知月，你坐在马路边，我在看着你。我父母不可控，但是我就是我能帮你。我回头，沈薇薇看着我，她把一个钥匙放在我行李箱上。我爸给你的。乔知月，站起来。19岁是迷茫还不知世事的日子，沈薇薇站在我面前，却好像一个成熟的人，忽然让我心酸又勇敢。谢谢。她帮我拖着行李箱，跟我客气。去公寓的路上，我坐在车里，看到公园旁坐着一个人，他长腿上放了一个小蛋糕，盯着手机屏幕，一眨不眨。陆寒星，沈薇薇爸爸常租的公寓，很久没打扫了。沈薇薇陪着我吭哧吭哧打扫了3个小时，好歹她也是沈家的千金，但我们俩其实对这都不是很擅长。原本想直接找个家政，但看着空瘪的余额，我又合上手机。陆寒星消息没再频繁发送，但很快就99加了。打扫完之后，沈薇薇离开，我要走了，不能在外面过夜，有事打我电话。我坐在床上抱着一个抱枕，好像我以前也家教甚严，父母不允许我在外过夜。但现在，就算我找了个8个男人来我出租屋，也许我父母我哥都不会多看我一眼，毕竟乔安安才是他们的真公主。我给陆寒星打了个视频电话，他很激动地从床上弹起来。我以为你讨厌我，不想理我了。你说家里发生了什么？有需要帮忙的吗？只要你开口，我都可以。你借了我一杯咖啡，我应该报答你。我以为你不理我了，前1秒在朋友圈发了个失恋了的表情，后1秒发个绝对没有的傻乐的表情包。在幸福家庭、幸福环境的滋养下，才能成长成这样吧。素不相识，素昧平生，家境悬殊的一个人跟你说家里出了点事情，又很久没回复，接着再打电话。现在的所有富二代都会觉得这是一场针对他们的计谋，而不是说你想要什么帮助，我都可以帮你。我把头枕在新买的39元枕头上，很软，跟家里9998 1月1换的软枕没什么区别。我看着陆寒星的眉眼，他眼睛有着刚毕业大学生的纯和亮。陆星星，你为什么给我打这么多电话？因为关心你。我回，那你好热心，对别人也真关心。他有些急，也有些懊恼，只这么关心你，是吗？我玩味地摇摇腿。陆寒星，因为你在我这里不一样。我看着他的眼睛，陆星星，我想成为你女朋友，你准吗？10、9、8。如果他不同意，我就放弃勾引他的计划了。富二代没有哪个是蠢的，到最后只会把自己玩进去，再被当成破烂扔在地上。乔知月之前不是不可一世的大小姐，玩玩而已。乔大小姐，你玩起来很带感。周围在一片哈哈大笑。我的自尊不允许。4、3。我正要挂断电话，他终于从惊诧中回过神来，结结巴巴，耳根瞬间通红。真的可以吗？我愿意。我发自内心的笑了，这一天的疲惫席卷而来。睡觉吧，陆星星。第2天醒来，才发现跟他打了一晚上的视频电话，到关机才挂断。既然陆寒星接受了我，我就要以他女友的身份重新进入这个圈子。乔家确实家大业大，但比不过陆家。他把我拉进了他的兄弟群。介绍一下女朋友，大家好，
我叫乔之月，这都是他一起出国留学的朋友，所以都不认识我。可再过不久，他们就会知道我是被乔家抛弃的假千金。出门约会，我饿着肚子去的，银行卡被冻结，电子支付被冻结，我能用的不过是2K 块现金，这还是乔安留给我的。他砸了我的存钱罐，11万，呵呵。乔之月，你还想拿着走吗？这些都是我的。他甩下2000块，别说我们苛待你，这是你应得的。鸠占鹊巢这么多年，乔之月，你欠我。那时候我父母就在旁边看着，没有人阻止。乔安安把我的衣服、鞋子从卧室里扔了出去，然后把我的首饰、包包、存款全部抱走。我哥乔玄义摸着他的头，还会给他留下2000块。安安真是善良又懂事。那一天，我从家里冲了出去，找了沈微微，她带我喝星巴克，顺便散心，疏解心情。陆寒星站在门口问：“谁能借我一杯咖啡？”我想抓住这个机会，于是举起了手。陆寒星带我见他的朋友，我兄弟都想看看你，来不来吗？我要告诉他们，我真脱单了，还找了个这么漂亮、善良、善解人意的女朋友。我去了，来到包间，忽然浑身冰凉，里面有个人认识我。沈之夜坐在沙发上，淡淡看我一眼。陆寒星，你女朋友就是她，你认识？他语含嘲讽，何止认识，我还追过。周围陷入了寂静，原本嘈杂，所有人都喝酒碰杯嬉闹的包间落针可闻，空气好像突然就滞住了。他摇着红酒环顾一圈，笑了，怎么都不说话。他垂眸，漫不经心。我确实追了，还追了2年，不过没追上。以前乔千金不，现在不是千金了。乔之月是出了名地眼光高，出了名地难追。他来到我面前，垂眸看我。现在恐怕是一条狗，只要能给你钱，你就能跟着走。有人冲过来，沈之夜，你什么意思？我们把你当朋友。陆寒星把我拉到了身后，挡在我面前，阻隔沈之夜的视线。他双手插兜，姿势慵懒，淡淡垂眸。话说够了吗？沈之夜愣住了。陆寒星，你在为了他跟我耍脾气？别忘了，我们才是最佳的合作伙伴。他只是个可有可无、被抛弃、毫无作用的美丽废物。陆寒星单手插兜，掏了掏耳朵，跟你一起合作，我怕破产了。现在你可以滚了。静谧窒息的气氛终于流动起来。就是，今天陆哥的生日，这姓沈的这么扫兴。陆哥是看得起他，才请他来参加。才认识几天就蹬鼻子上脸，还敢对陆哥女朋友冷嘲热讽，我看是不想在这京圈混了。咱陆哥人是随和了点，但陆老爷子的地位那是板上钉钉，谁也撼动不了的。给陆哥找不愉快？啧，我攥紧的拳头莫名就松了。沈之夜还在看着我，眼里含着怒火。你不要我的帮助，就算被家里抛弃了也不理我，就是看上了他。难怪对我的提议不闻不问，原来找了新的靠山。乔之月，不管是以前还是现在，你都扎到了骨子里。我垂眸，沈之夜追我2年，我拒绝2年。他刚开始追我可能是因为有新鲜感。我亲耳听到他靠在墙上跟他的兄弟说，不出3个月我能把他拐到床上，哭着叫我老公。后来不管他怎么攻势，送花送伞送温暖送礼物，我都没理他。他或许被我拒绝成了执念，以为真的喜欢我，就这样靠着执念追了我2年，还曾经3次在我宿舍楼下淋着雨哭。闺蜜好奇看着他，校草哎，也是沈家大少爷，你就这样晾着他？我合上百叶窗，不然呢？答应之后被他拐在床上，等他满足之后再狠狠被抛弃吗？我乔之月不至于这么廉价。后来乔安安出现，指认我是假千金，我被家里赶了出来。走投无路时，他终于又给我发了消息，只是这次不是卑微的讨好，而是乔之月，我终于等到了你落魄的这一天，求我，我可以帮你，再流落街头吧，1个月2万，不1万，我可以把你接进我的别墅，当我的地下情人，你也只配当地下情人了，因为认你当女朋友丢人。我当时看到这些话就拉黑了。我钢琴10级，以后去开个培训班，月薪都不止1万，断送我的未来在这样的人手里，我不愿意。有些人不是在雪中送炭，而是踩在你本就千疮百孔的生活中，给自己添一点乐趣。沈之夜死赖着不走，往前一步还要抓我的手。我抬手把红酒往他头上浇下去，红酒浸透了他的黑西装，他的黑发滴下红酒，眼神更加阴郁。他用力掀起桌子，你不仅拒绝我，还要这样羞辱我。乔之月，你有什么资格？包厢内一片混乱，所有人打作了一团。陆寒星护在我身边，和我喝着酒，碰着杯，好像旁边的喧哗与他无关。他抿一口酒，说了一句，别打脸，打在看不见的地方。好嘞，保证完成任务。这姓沈的贱得很，刚刚那番话都把我气牙痒痒了。最后沈之夜被丢了出去，他鼻青脸肿，浑身酸痛。陆寒星，这是你做的局，以后我沈之夜跟你势不两立，跟你没玩。有人啐了一口，滚吧，乱废的脏狗！全世界的人都卑微，只有他高贵。我呸！我沉默了，这是我没有想到的结果。我坐在他们中间，忽然有些局促。我是一个阴暗的人，有不堪，有愤怒，想要通过这样的路证明自己，让抛弃我的父母，我的哥哥，让乔安安后悔。但如果让我在这么一群维护我的人面前耍伎俩，很难做到。我有阴暗面，但我不能卑劣。我沉默着喝酒。陆寒星突然笑着拿走了我的酒杯。乔之月，你脸都红了，这酒度数很高，换一个喝。我这才意识到，刚刚在看他们打架的时候，已经无意识喝了这么多。可是晚了，我好像要晕了。陆寒星把外套盖在我身上，外套很大，完全包裹住了我。你们慢慢喝，我送他回去。众人暧昧的笑。陆哥，你就放心吧，不会打扰你和嫂子。陆寒星手臂很有力道，牢牢抱住了我，身体温度很高，气氛多了几分暧昧。我有些紧张，在失去意识前，囫囵地对他说：“你待会儿送我回去，不要碰我。”我没能告诉他我住在哪里，我大脑太混乱了。最后在车里靠着他的肩膀睡了过去。第二天醒来很难受，天旋地转，嘴里总感觉有异味，想吐。我冲进了卫生间，吐得天昏地暗，自动感应洗澡、刷牙、漱口。
等所有都洗净了，才感觉活过来了，头疼欲裂，下次绝对再也不喝酒了，很难受。我像在自己家般裹上浴巾，躺在床上发呆。这时候才发现吊顶的灯和家里好像不一样。我环顾四周，呼吸一紧，这是个陌生的地方。巨大的落地窗，复古的装潢，左边摆放着白色的恐龙模型和各种模型，右边摆放着各种古玩，墙上还有各种艺术真迹。全然陌生的地方，记忆回笼。我想到了，我想起了陆寒星抱着我进了出租车，我靠在他的身上，滑落在他腿上，找了个舒服的姿势后晕过去了。所以这是陆寒星家。陆寒星推门而入，我用被子盖住身体，靠在了床头。他轻咳一声：“你醒了。”他手里端着一碗汤和一份早餐，醒酒的，还有早餐。他非常自来熟，坐在我床边，耳根带着几分微红。你头发湿了，要不要我帮你吹一吹？我端着醒酒汤，一口一口喝着。不用。他伸出的手又缩了回去。你昨天我没有碰你。他耳根有些红。你唇角那是你自己咬伤的。我录了 DV， 你看看。我狐疑看过去，刚看过去就看到一个炸裂的。我抱着他啃脸啃嘴啃胸，还发出笑声。你好香，嘻嘻，让我亲亲。你看我是绅士手。他说，视频里他的手确实高高举起来，没有碰我，但兄弟你也没推开我。汗颜，没人告诉我喝醉了会这个样子。沉默，沉默，沉默。后来你就哭了，我看到了自己抱着他放声大哭。为什么所有人都不要我？为什么？我不知道，我不理解。我恨你，恨他们，恨这个世界。我尴尬的闭眼，好丢脸。我从来没这么歇斯底里破防过。家里的教育是时刻要保持着修养，要有修养。所以在沈之夜羞辱我的时候，我没有打他，只是在他头上淋了红酒。所以在乔安赶走我，扔走我的东西，父母对我不屑一顾，哥哥对我冷嘲热讽时，我没有歇斯底里，平静的离开，平静的寻找机会反击。陆寒星突然拿手帕擦了擦我的嘴角。昨天你哭得很伤心，以后要是难受了就告诉我。乔之月，你背后从来不是空无一人，我很荣幸能成为你的底气。他眼神太真，太赤诚。我眨眨眼，咽了醒酒汤。我现在有点害怕他知道我是在利用他了。但是既然最后都会戳破这个谎言，那我就利用得更狠一些。何谓卑劣？世上又有几人坦荡纯粹，无偏狭和黑暗？沈之夜有，乔安有，我父母有，我哥有，我也有。只有当前的利益才是人能真正抓住的。我收拾好心情，靠在他的床头，看着他。他还坐在桌前写论文。之前就听说这位京圈大少爷凭着自己努力，而不是家庭留学哈佛，追寻自己想要的理想和梦。他爷爷京圈最大的大腕，很喜欢他，很纵容又很宠他。在他离开那天，吹胡子瞪眼，你这个不孝孙子，给你5年时间，如果没有成果，就滚回来继承家业。然后他顺利毕业回国了，这几年申请了不少专利，获得了诸多国际奖项。他发布的10几篇SCI论文被广泛下载引用，学术上成绩斐然，算是高智商人群。不知道为什么在对待感情上有点超乎寻常的单纯。我默了默，调整了瓶酒，起身才注意到自己只裹着浴袍，难怪刚刚他的眼神飘忽，看天花板看墙看桌子，就我不看我。我有些无措，我穿的衣服被我拖在浴室。我是现在跟他说借一套衣服穿，虽然我现在是他的女朋友，但没人比我更清楚这是假的。我算计来的，我另有目的，这是算计得来的快消品，长久不了。我不确定自己的心，也不确定他的心。有人敲门，他起身开门。10分钟后，我床上多了10几套衣服，他耳根有些微红，看着天花板。我不知道你喜欢哪一款，我就都买了。想什么？有什么？他是哆啦 A 梦的百宝箱吗？他很自觉地离开了房间。我拆开包装，10几件不同款式的衣服，包括几件不同款式的内衣，尺码是地。不是，昨天没有抱过吗？虽然不算平淡地，我缓慢地挑了件宽松的衣服，选了件运动内衣，然后想要悄悄溜走，马上被逮住了。陆寒星，走什么？回家。莫名有些心虚。不过他现在身上这股气势是怎么回事？他把那10几件衣服收拾好，然后把一张卡放在我手里，给女朋友的零花钱。乔之月，记得回来。我没有矫情不收，现在的我很需要钱，况且他的钱，他的资源，他的人，不是我刚开始就在算计的吗？他送我下楼，门口停着一辆很低调漂亮的车，但全球只有3辆。他上车，看着我系好安全带，我胡乱指了个地方让他停。等他走后，我松一口气，没想到又遇到了乔安安。哟，没想到离开家才几天就傍上新男人了。他提着10几只包包来到我面前，啧，那种喊不出名字的车，这种贫穷男人你也去傍，你真落魄了。乔玄义在他旁边看着他对我张牙舞爪，一脸宠溺，心有些痛，微痛。我要走，乔安安拦住了我，一把抢过我脖子上的项链。前几天拍卖会上的项链价值好几千万，你偷的吧？还是偷偷用我父母的钱拍下的？这就是我的，那是陆寒星今天早上送我出门时戴在我脖子上的。乔安安还给我，那不是你的东西，那是我朋友送给我的。他把项链戴在脖子上，对着路边的玻璃照了照，这项链真衬我，审美真不错。我要过去抢回来。乔玄义抓住了我的手，他垂眸看我，眼神阴翳，那就是安安的东西。乔之月，你偷了他的人生10几年，现在用我们的钱买了一条项链，他想要，你还要抢走吗？我烦躁，想要挥开他的手。什么你们的钱？那是我朋友送给我的。手被攥得死紧，乔玄义想要把我掐死般用力，他的眼里充满了不甘和愤怒。手好疼。他松开了手之后，愤愤看我一眼，扬长而去。够了，我受够了。陆寒星去而复返。乔之月，你的东西落下了，还好你还在。他小跑过来，手里提着那2大袋的衣服。今早出门的时候，他提醒我要穿，精挑细选选出来的，以后穿我看一眼。衣服掉落在地上，他捧起我的脸，好看的眉眼沉下来。
脸被划伤了，谁干的？还有脖子，我怕他怪我，拉住他的手，项链被抢了，谁？我眼泪掉下来，砸在他白皙修长的手背上。乔安安，我承认我是故意的，在陆寒星去而复返时就有这个念头，利用他对我这段时间短暂的喜欢，教训乔安安。我明明受了这么多气，这么多委屈，为什么非要隐忍？我本来就已经千疮百孔了，他们为什么还要在我身上扎窟窿？我不知道，但如果可以，我想报复他们。陆寒星果然带着我去了乔家，他穿着黑色西装，气场强大到不敢逼近。他坐在乔家大厅，那里我被父母告知要正襟危坐，不能弯腰踏背，要得体。他慵懒的一坐，长腿漫不经心的伸展。我父母排着队，擦着冷汗下来。陆大少光临，蓬荜生辉，确实是蓬荜生辉。乔家的产业犹如陆家的一个子公司。陆大少今天这是……乔安安兴奋地转了转他的手腕，他手腕上有着个透明的翡翠手镯。那只翡翠手镯，我之前一对视就觉得头晕，很古怪，但不知道古怪在哪里。乔安安在陆寒星面前晃来晃去，尤其是那只手镯，差点对到陆寒星眼睛里。他娇羞地笑：“陆哥哥肯定是来找我的，对吧，陆哥哥？”陆寒星往旁边一坐，眼里的嫌弃毫不掩饰。他把一张鉴定书推在了桌面上，然后看向乔安安的脖子。前几天我在拍卖会拍下送给我女朋友的项链，不知道为什么出现在了令爱身上，你们是想私了，还是按照抢劫或者盗窃处理？陆寒星双腿交叠，淡淡开口。乔安安脸白了一下，手摸向项链，这是我从乔之月那里拿来的。他虚荣，用我们的钱买下的项链就应该归我。父亲捂住了他的嘴，你住口！母亲取下了他的项链，毕恭毕敬送到陆寒星面前。陆寒星只淡淡看一眼，被他带过，脏了。乔安安挣脱父亲，歇斯底里，疯狂将那个手镯在陆寒星面前摇晃。他疯狂问：“这项链是送给我的，对不对？就是送给我的，对不对？陆哥哥，你说句话呀！”陆寒星嫌恶地看他一眼，既然你们不想私了，那就报警处理了。我父母匆忙求情：“别，陆大少，别！我女儿不懂事，我教训她，私了，这项链拍卖价双倍赔偿，您看行吗？”乔安安还在尖叫，乔玄义困住了他的手：“小妹，这人惹不得，你安静一点。”乔安安眼睛都气红了，她推开乔玄义，狠狠在他脸上甩了2掌：“我才是这个世界的女主，你凭什么教我做事？陆寒星明明是我的后宫之一，你现在让我不要去惹他，你真偏心。陆寒星是我的，项链是我的，乔之月拥有的一切都该是我的，凭什么不给我？”他像发了狂，满地发疯。我原本只是安静地坐在一侧，他看见我扑过来：“杀了你，杀了你！只控制人心根本没用，有你的存在才会有变故。”陆寒星拉开了他，疯子！他找准机会一巴掌打过来，情急之下，陆寒星扑过来，乔安安被撞了出去，手镯磕碰到桌面上，世界忽然安静了。乔安安难以置信地看着手镯的残片，我的手镯，我的系统。他趴在地上，想要找寻残片拼起来。我爸、我妈、我哥原本焦急地围在他身边，拉着他，关心他有没有伤到手。忽然，他们脸色煞白，后退2步，坐在了地上。他们看向我，眼里有浓浓的愧疚，再没有之前的不屑、愤怒。乔玄义突然伸出手，我后退2步，不要这么叫我。陆寒星站起身，拉着我出门。刚出门就看到了警察，他们把乔安安带走了。乔安安被带走前还死死攥着那手镯的残片，再也不敢发疯了，哭得歇斯底里。爸妈，你们真的不管我吗？我是你们的女儿啊！之前誓死守卫在他旁边的我的父母还有我哥，全部都紧张地看着我。乔，我没对上他们的视线，不管他们是因为什么，因为哪种苦衷，我受过的伤害都是无法磨灭的。这一次是因为有了陆寒星，可如果没有他，我将一生身后都空无一人，而我所有的东西都会被乔安安夺走。我泯然众人，或者堕入泥潭，阴暗地窥探那些我原本有的，后来却消失的生活。他们最后会彻底失去我，而我会被彻底埋葬于这个世界中。你给我带来爱，我就爱；给我带来恨，我就恨，这才公平。陆寒星重新带我回了别墅，他躺在沙发上，刚刚装成这样，好累啊。乔之月，能不能帮你老公捏捏肩？刚刚他帮我挡了一下乔安安的攻击，勉强给他捏一下，我故意忽视了这个称呼。那一天进咖啡店的时候，我就察觉了你在哭，我的手愣住了。有这么明显吗？我明明很努力在忍着了，你虽然表现得不在意，但却在很努力地说选我。虽然你没真说，但我看出来了。乔之月，现在还委屈吗？心莫名有些酸涩。我摇了摇头，不委屈了，我不傻。乔安安的反常，还有他破防后说的话，还有手镯断裂前后，我父母我哥对我态度的变化，这件事没这么简单。原本疼我爱我，只是对我严格的父母，为什么对我冷眼相向，纵容乔安安欺负我，辱骂我，把我赶出门？也许是被控制了，但谁又说得上，是否只是将心里隐藏的一点偏心和怨恨放大？所有人的爱都会消失，我不会再依赖于父母的爱，哥哥的爱。心很软，受不了一次又一次反反复复的伤害。他起身跟我面对面，你又在想什么？眼神这么坚毅决绝，不会是想要离开我们，离开所有人吧？不要啊！他在我脖颈上轻蹭，看看我呢，在我心上跳过舞了，就想要一走了之吗？他轻轻在我脖颈上咬了一口，我不允许。我抬手放在他的肩上，那我不走，我可以为了这一次给人一个机会，也给我自己相信世界还有感情，还有爱的机会。乔安安和我父母亲子鉴定报告出来，不支持乔安安与乔怀优有血缘关系，乔安安才是那个鸠占鹊巢的假千金。那一天，带着我父亲乔怀优带着亲子鉴定报告过来，找到我。乔，你是爸爸的女儿，你能不能回来？我们被他蒙蔽了，他那个手镯有古怪，我们这才做了对不起你的事情，能不能原谅爸爸？我不想原谅。前些天我去过监狱看过乔安安，她躺在监狱上，像是刚遭受过侵犯，一脸破败。她瞅着一根烟屁股，那手镯不过是恶的放大器罢了，没有哪个人的心能赤诚，光洁无邪。所有人都有恶，
手镯只是放大了人内心的恶，把恶从困兽状态中解脱出来。手镯很有用，我利用那个手镯走遍了所有世界，没想到在这翻了车，哈哈哈！妈的，该起作用的时候不起作用，昨天倒是起作用了。可在监狱里，除了害我还有什么用？他骂骂咧咧，我默默把饭菜放在他的门口，里面下了泻药，就当我为自己报仇了。也许我父母之前并没有如我想象中的那般爱我，要不然怎么会要求我学这么多东西，剥夺我的童年，甚至灌输这样的思想？体态完美，学识丰富有修养，多才多艺又年轻漂亮，才能找到好的家族联姻。瞧瞧，家族的兴衰就靠你了。不能弯腰驼背，不能看电视，不能刷短视频，不能不务正业。考试为什么没有获得双百？说了多少遍，保持仪态体态。我重新去了学校读书，贵族学校之前那些刻薄的人也收敛了恶意，对我包容宽容。沈之夜更是苍白着脸来到我面前道歉，那不是我要说的话，乔之月，对不起。我淡淡抬起眼，但你肯定这么想过，手镯的力量只是帮助这些隐秘的黑暗说出口。沈之夜，别来找我了，我从来没有喜欢过你，你缠的还不够吗？你说过这么多伤人的话，你觉得我还能原谅吗？他跟呛了一步，我起身渐渐走远。乔玄义跟踪了我好几天，我停下，身后的脚步紧紧顿了顿。我回头，他尴尬地看着我，小妹，我想问问你什么时候能回家吃饭？我回过头，不回去了，不会再回去了。破镜重圆，可圆回来的镜子一碰就碎，还满是疤痕。他声音带着几分绝望的哭腔，是哥哥对不起你，怎么才能原谅哥哥？不原谅，我走了。任大雨滂沱浇灌在他身上，伤多了，人就冷了。沈微微躺在公寓，在我被子上拱来拱去。乔之月，你终于回来了，你的床好软啊。我嘴角抽了抽，软，这 PDD 9.9包邮的还软，当然软了。也不看看是谁买的？谁买的？陆寒星啊。什么情况？不是我跟他一起在公寓里下单的吗？沈微微突然严肃，有句话我憋了很久了，我那抠门老爸怎么可能给你租这么好的房子？你想想他月薪才多少，你是真的一点都不怀疑呀？这怀疑什么？他举起公寓的钥匙，陆寒星的，你跟他约会好几个小时没理他，他着急，辗转找到了我的联系方式，我就把那些事情一股脑全说了。嗨嗨，他说他要帮你，但怕你不想接受，因为你几个小时都没理他，他就让我来操办了。我那时候不知道他那么有钱，要不然肯定去租大别墅，不来这里。所以陆寒星那时候就知道我的狼狈了，我有些慌，好像我所有的小伎俩在他面前都无所遁形。他不仅不在意不嫌弃，还能顺着我假装上钩，跟着我的节奏走。他好坏呀！晚上陆寒星打电话给我，我不想理他。半小时后，别墅门敲响了。乔之月，隔着门听，你想知道我关于我的一切事，我都可以告诉你。全文完。